前面就是神仙渡，一会儿等他们马车全部上桥，我先从河对面施展水上漂拦住去路，你们再冲出来，来个瓮中捉鳖。寨主，荒郊野外的，费这劲干嘛？直接拿下！你瞎说什么？嘎人犯法，抢劫就不犯法了？咱们是义贼，只谋财不害命。小寨主智谋无双，简直就是常山赵云龙在世，温酒斩华国。多读点正经书吧你。唉，要学也是学梁山好汉九纹龙才尽啊！官役们看到这个还不吓得直哆嗦。您什么时候弄的？昨晚找杜三娘献画的。记住了，微笑。咱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没有蛀牙。是微笑式打劫笨蛋，准备行动。兄弟们，冲啊！这群蠢货抢戏啊！我还没出场呢。不知各位是哪个山头的好汉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树……小寨主不让喊这个，太土。您好，打劫！糟糕，忘请小寨主了，有请范小寨主。本寨主来也！我去，小寨主掉河里了，救人！小兄弟，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，偏要当强盗，有桥不走，非要跳河。少废话！实车货物留下3成，放你们走。若是不给呢？那就送你们上路。小兄弟，你这胸口黑乎乎的，几个月没洗澡了？3车够吗？怎么嫌少？我是怕你嫌命长。秦大人廉洁，这10车有7车是保定双刀帮德州狮子林送的土特产，还空着3辆。既然你们黑风寨来了，给我把空车填满吧！老东西，你要抢强盗！你们是强盗，老夫就是强盗祖宗！你是谁？老夫赵无敌。小寨主游泳会吗？不会啊。那下次再教你啊！真够义气，无敌大哥。误会，都是误会哈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我们先撤了。想走，接老夫3拳就放你一马，看招！你真当我好欺负？这金刚拳，宋金刚是你什么人？什么宋金刚、宋银刚？不是还有2拳吗？还打不打？尽管是。遇到硬茬子了，撤，货不要了。愣着干嘛？还不滚上来搬东西！小寨主神武，连神拳太保都被您打跑了。全是蔬菜，现在这年头，同行都这么抠了吗？小寨主，听说您要去京城了，这可是我珍藏20年的极品蒙汗药，您路上慢慢吃。慢慢用。哎呀，20年的药早过期了。小寨主，您看我给您量身定制的打劫5件套。您看这夜光夜行衣，江南名家唐伯猫题字，黑风寨范小刀专用，正照亮你前行。夜光夜行衣，你是担心别人看不到我？等等，我为什么要离开黑风寨？我回去验验蒙汗药过期没？我回去把5件套升级成7件套再给您。这帮小子不对劲，绝对是二当家在背后捣鬼。二叔，怎么全山寨都在造谣我要去京城？不是谣言，小刀，该让你知道真相了。其实这是老寨主的遗愿。义父，你自娘胎里就被人投毒，每月15头疼欲裂。2年前，老寨主去京城为你寻求解药，结果遭遇极厉害的仇家埋伏，身中天绝散剧毒，回来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了。义父是中毒死的，而非重病。仇家是谁？我要送他上西天。不知道，但老寨主拼死找到了一枚能根除你胎毒的极乐丹，就藏在京城6扇门的暗道之中。木匣里是6扇门暗道的地图和钥匙。
小刀，治你头疼的丹药只剩不到2年的量，你必须去京城。义父当年武功盖世，为什么要屈尊去六扇门当捕头？老寨主一生所求，是为沉冤者得雪，为弱小者仗剑，为天下开太平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宋金刚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六扇门的腰牌，我不稀罕。此事震惊朝野，但很快就被朝廷压制下去，私下里却没有停止过对老寨主的追查。如今20年过去了，谁料到当年大宗师级的人物，竟会在这青州府的三龙山上当起了山贼。这是老寨主生前的佩刀，带着他防身。小刀，这15两银子你省着点花。四当家放心，我有夜光打劫7件套，绝对饿不着小寨主。这小寨主，地图上不是这么画的呀，这得大了1倍不止吧？这位大哥，这六扇门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你们外地来的吧？2年前8大黄铜大火，原来的六扇门早烧没了。完了，地图废了，要不咱们穿上夜行衣，晚上摸进去？你嫌命长吗？生怕官差抓不到你是不是？那要不挖地道？你有钱买铁锹吗？看什么看？这里是办案重地，再看把你们抓进去。小寨主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咱们得先搞点钱啊！要不去坑个大户？你胆子怎么比在山寨还大？我答应过二当家要匡扶你，你这是诓我！就是他了。兄弟，拼个桌呗！赵捕头，您来了，您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，还是老三样。捕头？那可不，这可是京城六扇门2大神捕之一，赵行赵捕头。听口音青州府人，鞋底磨损，刚到京城，身上有迷草的味道。看到我第一眼盯的是钱袋。如果没猜错，你们是山贼，黑龙寨还是黑虎寨？来京城做什么？山贼又怎样？在下行事光明磊落，从不伤天害理。圣人云：职业无贵贱，存在即合理。你这口才倒是不错。我叫赵行，六扇门红衣捕快。青州府黑风寨，范小刀。黑风寨，江湖名册里怎么没听过？小本生意，不足挂齿。范小刀，我记住你了。你们最好别在京城惹事，你不会有机会的。我去，那姓赵的眼神太毒了，我感觉偷看孙三娘洗澡的事儿都被他知道了。孙三娘200多斤你也看得下去？别废话了，换个目标。在下牛大富，2位相貌不凡，可是江湖绿林好汉。我们是良民，别装了。想不想发财？怎么发？城东黄财主，京城首屈一指的大户，咱们去他账房做笔没本的买卖。皇府守卫森严，还有恶犬，怎么进？这都不叫事儿。账房钥匙挂在他脖子上，咱们趁他睡觉灌醉他。你怎么对皇家这么熟？因为那是我爹。你爹？那你为什么姓牛？别问，问就是不懂规矩，敢不敢干？干！儿子偷爹不算贼，不能辜负了你这片孝心。是孙梦武的马车，京城第1武级，百花楼头牌，我花了1000两都没见上一面啊！他这是要去哪儿？听说今天城东黄财主50大寿，请了孙小姐去献舞，就是便宜了黄财主那废物儿子了。那我不就有机会一睹香容了？就你算哪根葱？巧了，在下正是那废物儿子，今天这票不干也得干啊！咱们里应外合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那可是你亲爹啊，熟人才方便下手嘛。槐花酒坊李大县人，寿金20两，左庭鲍鱼宴落座。城南菜铺刘二婶，寿金50文，右县豆腐宴落座。完了，咱俩1文钱没有，连大门都进不去，怎么偷？咱们是山贼，什么时候走过大门？走，翻墙！你们俩就是来顶牌的吧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换衣服！我们不是
不是什么不是，赶紧的换衣服，一会儿我喊福禄二仙何在，你们就拿着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的对联上去。小寨主，这活接不接？咱们还急着去账房呢。不急，先混过去，顺便给咱们黑风风再打打名。感谢御史台李大人、六扇门杨副总否莅临，略备薄酒，请大家欣赏三星祝寿。我们要看孙梦武，我们要看剑舞。稍安勿躁，孙小姐正在客房歇息，下个节目就献舞。福禄二仙何在？福禄二仙何在？献寿堂。多谢三位仙翁，祝黄老爷驾鹤西去。你们放肆！这谁把对联换了？黄老爷息怒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请切寿桃，是孙梦武的头。封锁全府，将台上3个嫌犯拿下。冤枉啊！不是我们干的。不是你们，难道是本官不成？大人，我们是被临时客串的，怎么可能提前策划杀人？此事必有蹊跷。大人，此2人并不在宾客宴请名单之中。凶手必是你们！来人，将2人押回大牢。杨副总捕头，东城今夜属下当值，特来接管此案。赵醒，你来的倒挺快啊！这3人端上的寿桃，嫌疑最大。怎么是你？赵兄，好巧啊！凶手先用绳索勒死孙小姐，再用快刀伤害，武功极高，但诡异的是伤口平滑，且没有任何痕迹。在真相查明前，你们哪儿也不许去，先随我去查看厢房。你怎么看？用眼睛看，笑什么？你怎么看？在我看来，孙小姐应该不是自杀。刚才小姐说不舒服就休息了。最近有个姓蓝的公子一直纠缠小姐，说要给小姐赎身，小姐一直躲着他。蓝公子恼羞成怒，扬言要报复。破案了，肯定是姓蓝的。赵捕头，没我们事了，我们先撤了。闭嘴！先带他下去。我下午见过孙梦武，他面露愁容，显然受人胁迫，而且房间里没点灯，说明案发在天黑前。这丫头在说谎。你也看出来了？说谎，我可是专业的。那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是与不是，还得看赵捕头明察了。我的女儿啊！我花了1万两银子捧红你，你怎么就死了？衙门办案，无关人等退下。我是百花楼东家，我今天必须带孟武回去安葬。死因未明，暂存一堂。赵醒，诸葛总捕头有令交人。凶手蓝公子已经被巡夜兵丁抓获，案子结了，把孙梦武还给百花楼吧。命案才发生2个时辰就抓获真凶，百花楼甚至连棺材都提前备好，你不觉得疑点重重吗？我绝不交！好你个赵醒，仗着陛下当年那句忠勇可嘉，我的话不听，连诸葛总捕头的话也敢不听，你太目中无人了！给我抢！谁敢？赵捕头，有台阶你不下，如若破不了案，你可别哭着来求我。这些年诸葛总捕头始终压我一头，何不趁机把事闹大，坐收渔翁之利？赵醒，你好自为之。范兄，帮我个忙。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事成之后把我弄进6扇门当差。你一个你生性洒脱，受不了官场规矩的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捕快，抓凶即到。你的梦想不是当青州府最帅的那个山贼吗？已经是了，闭嘴！好，我答应你，今晚帮我看守义庄，没问题。孙梦武死因蹊跷，6扇门却急于结案，这案子水深得很。赵兄尽管去查那个蓝公子，义庄交给我。小寨主，听说这里晚上有横死鬼游荡啊！怕什么？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鬼来了！死得好惨啊！我要找个人替我超生，你们2个，我选哪一个好呢？选他！牛大富，别装神弄鬼了，滚进来！这都被你听出来了。
我特意从寿宴上打包的剩饭给你们送来。呸！怎么馊了？废话，出了命案，谁还顾得上饭菜？我明明把门锁上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谁在里面？你看我美吗？装神弄鬼，来得好！怪粉，闭气！别装了，那飞贼早跑了。我这不是给你们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吗？那不是女鬼？有人模仿她的妆造罢了。孙梦武呢？完了，怎么向赵捕棍交代？百花楼急着抢人，我和赵行早就猜到孙梦武身体里有秘密，所以我们把孙梦武换成布偶，他果然中计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天亮我就请仵作重新查验。那个姓蓝的审得怎么样？姓蓝的是个江南富商之子，说是孙梦武写信约他私奔，结果在城东等了一夜被抓，但我看他不像是凶手。他说的就是真的啊。我查案多年，真话假话还是分得清的。棘手的是，我到六扇门前，姓蓝的扛不住询问，已经认罪，而且案子已经交给紫衣捕头丁一了。草菅人命！你们六扇门比我们山贼还黑！案子3天后过堂，我被禁止调查，只能请你帮忙了。没问题，要我做什么？去六扇门大牢见一个人，这件无痕奇案只有他能解开。谁？关在地下3层天字1号房的重犯，连当今圣手都不敢动他。不过他脾气古怪，这几个月已经重伤3个送饭的杂役了。范公子武功盖世，这活非你莫属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！哎呦，原来是赵捕头的朋友，以后咱们就是同僚了。我叫宋飞，请多指教。赵行在六扇门地位很高吗？他一个红衣捕头算啥？但他爹可是当今礼部尚书，尚书之子来当小捕快，可不是嘛？所以没人敢惹他。兄弟，进去机灵点儿。这是昨日验尸的细节，你送饭时趁机讨教，万事小心。这红药丸和义父给我治头痛的药一模一样。那架子上的东西触之即死，我若是你就滚远点儿。前辈，我们遇到个奇案，女子全身无一丝痕迹，无中毒迹象，请前辈指点。赵行让你来的，滚！你说滚就滚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找死！好深厚的内力，前辈不讲武德，搞偷袭。这把刀，宋金刚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义父。义父？你一点都不像他。既然你是他的传人，今日我们就把20年前的恩怨算清楚。这还是人吗？老怪物，接招！金钟罩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反手刀！原来如此，想不到一向刚正不阿的宋金刚也会使出这种瞒天过海的招数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先前赵行让你问什么来着？赵行让我来问孙梦武的离世缘由究竟是什么？庸才，这是中毒。什么毒？天下第2奇毒天魔罗，出自他罗国。中此药者全身发麻，斩查功夫气血凝结成块，皮肤却如活人般鲜艳，经年不坏。能配此毒的只有万毒王。万毒王？那我们去抓他。20年前，他已被宋金刚亲手击败了。那怎么会？等等，你刚才说天魔罗是第2奇毒，那第1是什么？你刚才见识过了，发作时生不如死，
我20年前中此毒，狂性大发，伤人无数，所以我将自己囚禁在此处。你既然犯下大错，为什么朝廷不处置你？我想过了断了自己，但我答应过宋金刚，毒为解前绝不求死。更何况，那个也不允许我死。你疯了！敢非议当今圣上！你要想在京城活命，绝不能提宋金刚3个字。赶紧滚吧，去查查万毒王的旧卷宗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我只记得当年有个魂号叫一枝花。哈哈，一枝花，好有男人味的名字。等等，一枝花，你是20年前魔教的教主，我还有事，先撤了。天魔罗死后宛如活人，如果孙梦武提前遇害，那个婢女小青一定知道真相。我们去百花楼。哟，赵捕头来查案啊？有签押单吗？没有，那恕不接待。送客。八娘，我们是来听乐的。你们百花楼藏龙卧虎啊！六扇门查案，老实回话。官爷，我要举报百花楼强制消费。这不归我管。官爷喝了这24坛酒，我们知无不言，盛会24两银子。别看我，都比脸都干净。没钱。官府大老爷赖账了，喝酒不给钱啦！喝酒不给钱。两位姐姐，你们惹错人了，在下是绿林好汉，手下300多兄弟。吓唬谁呢？知道百花楼是谁的产业吗？除暴安良是我们职责。孙梦武那么大能耐，不也遇害吗？他的婢女小青不也被残害了吗？你怎么知道小青姐是被残害的？我说，果然，小青已经遇害了。不愧是礼部尚书的公子，不知这件事若传出去，令尊会如何作想？看来我得跟上头禀报一声，六扇门办案都是屈打成招啊！小青昨晚就辞行回老家了，没证据就别胡言乱语。这20两酒钱我给你们记账上了，滚吧！官爷替小人做主，小青姐对我极好。昨晚我亲眼看见她遇害了。谁干的？关东口音的男人，独眼、山羊胡，他们逼问小青姐一样东西的下落，好像是一把钥匙，然后他们用清明勒住小青姐，装进麻袋运出了百花楼。无法无天！我这就回六扇门去调20年前万毒王的卷宗，这案子我查到底。八娘，一案吩咐跟官差招供了，找不回来，朝廷里很多人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大人放心，只是赵行咬着不放，能否打声招呼？礼部尚书的儿子，若查出什么更热闹，继续布局，让他们去查。参见总捕头。这位是新来的杂役范小刀。小刀，这位是六扇门总捕头诸葛咸鱼大人。诸葛咸鱼，很好笑吗？不好笑，就是翻身比较费劲。好强的内力！参见大当家，啊不，参见总捕头。哼，孙梦武的案子，丁一已经在办了，姓蓝的也已认罪，大理寺催着结案，你还来查什么？大人，孙梦武死因蹊跷，小青更惨遭灭口。难道我们要用一个替死鬼来平息民愤吗？放肆！本官做事用得着你教？不让你查，是为你好。我不服！我们六扇门存在的意义，难道不是给逝者和百姓一个交代吗？我仿佛看到了20年前的宋金刚。你一个杂役，怎么看？为沉冤者得雪，为弱小者仗剑，为天下开太平，这才是六扇门的意义。好，我给你们2天时间，若查出真凶，今日顶撞之罪免了；若查不出，谢总捕头。本官要去沧州吃我二舅家猪仔的满月酒，这2天发生的事，本官一概不知。万毒王利用剧毒天魔罗残害少女，制成人偶。天魔罗需要在极寒环境下配置，且保存时间只有2个时辰。卷宗最后几页被人撕了，而且痕迹很新。今天只有总捕头来过这里。这老狐狸肯定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。既然天魔罗需要极寒环境，
现在是夏末，京城能有这种环境的只有一个地方——冰窖。赵无敌已经和锦衣卫勾搭上了，不让你们看，是不想让你们卷入必死的麻烦。小兔崽子敢出老千，等会儿来找你算账。六扇门例行检查冰窖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慢着，这间密室只有老爷一人能进，连夫人都不能进。懂规矩，懂规矩，我们这就走。那扇门后绝对有蹊跷，你为何拦我？哼，你硬闯锦衣卫指挥使的家，那是死罪。但这破锁，我半炷香就能弄开。你疯了！私闯锦衣卫指挥使的密室，如果被抓住，我们要被千刀万剐。2个字，真相。既然管了，就得管到底。再说了，别忘了我的老本行是干什么的。同行啊，你先请。范公子不用客气。你怎么知道我姓范？你背上亮着光呢，范小刀专用。李青牛，让你把夜光字去了，你就只去了黑风寨3字。要不走正门吧，范公子。你是天下第一特务头子，薛英雄。范公子，你8月初9到的京城，师从宋金刚，昨夜去了皇府，今天又查了我的冰窖，对也不对？你监视我？看看这个。赵无敌举报宋金刚在黑风寨，我得赶紧通知山寨。不必了，他不会到处乱说的。为什么？他已无法再开口。你义父宋金刚是我的至交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。2年前他最后一次来京城，却没想到终究还是遭逢不测。谁做的？这2年来，我一直暗中追查此事，但没有实质性的线索。现在你能告诉我今夜来访的目的了吧？我们怀疑百花楼孙梦武的不幸与你有关。哈哈哈哈哈！以我的身份，想要一个人消失，用得着那么麻烦？你想查冰室，跟我来吧。他是谁？一个与你极亲近的人。薛大人，你平时不少挨揍吧？现在不告诉是为了你好，但是记住他的样子。另外，在6扇门千万小心，尤其是总捕头诸葛咸鱼。我怀疑你义父的遭遇与他脱不了干系。看来线索又断了，希望明日验尸会有新发现。你们老住义庄不是办法，城东我有套空宅子，你可以来住。好兄弟，讲义气。收租的，1个月3两银子。我在6扇门当杂役1个月才2两3钱，我还得倒贴你7钱。你随意。伙计，再来1碗炸酱面，多放肉酱，打包记赵捕头账上。赵捕头，一共72文，面才12文，怎么72文？刚才那位爷顺走了一套上好的碗筷，说是也记您账上。范小刀。白无常啊！你才是白无常！昨夜坏我好事，今晚要你的命！你夜闯义庄偷玩偶是什么癖好？受死！尝尝这个。有发现，生前吞下的，幸亏没入味。琼兹纸盒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？一首破诗，还有几个错别字。这是兵部专用纸，
错字是防泄密的借字移位法，他就是看懂了这信才被灭口。那这封信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案本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明白了，难怪百花楼第一时间讨要尸首。你想过没？他去皇府前就遇害了。天魔罗之毒能保留生前容貌，案发第一现场很可能在百花楼。去百花楼哟，两位差爷，阴魂不散呐！搜查孙梦武房间。你们可知百花楼是谁的场子？随便来个阿猫阿狗，说查就查，我们不做生意了。这是刑部开发的搜查令，你是想对抗大明律吗？既然是官爷要查，自然配合，请。别找了，案本不在这里，但我笃定这里是案发现场。怎么说？他以剑舞名动京城，出门怎会忘带剑？皇府也没这剑，而且梳妆物件全在左侧，他是左撇子。但茶杯和剑的卦象全是右手位，他遇害后有人动过现场。有兰花香，是迷药。天魔罗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，凶手先用迷药迷熏他，再施以天魔罗，最后再伪造现场。作案手法干净利落，可惜他们遇上了我们。两位官爷辛苦了，来碗冰镇酸梅汤解暑。足金啊，这抵得上我干好几年杂役了。只当给官爷买茶水，交个朋友，彼此留条活路嘛。你敢威胁我们？姓赵的，真撕破脸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我等着。十锭金元宝啊，你得免我3个月房租啊！真有你的。大夏天百花楼哪来这么多冰块做酸梅汤？官办冰窖绝不可能给他们供冰。冰窖？他们私建冰窖，天魔罗毒源就在那里。胡闹！查封百花楼，背后是钱驸马和长平公主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我怎么批？不查哪儿来证据？哼，万一出了事，我可担待不起。若有闪失，我赵行独自承担。盖章。六扇门查案，无关人等退下。这里你们不能查。未经报案私建冰窖，你心里有鬼。来人呐！赵捕快见查案之急，行不轨之事啊！把这疯婆给我拖下去！慢着，这位便是赵行赵捕头吧？阁下是。百花楼是公主产业，赵捕头几次三番抓着不放，着实过分了些。驸马爷替奴家做主。钱驸马，我们怀疑百花楼与孙梦武被杀案有关。八娘，百花楼若真有为非作歹之事，就算朝廷不治你，我也定不轻饶。哼，有驸马爷这话我就放心了。开冰窖。且慢，这好歹也是皇家的产业，你说查就查，将皇室颜面置于何地？皇室若真顾及颜面，干点什么不好，非得干这些逼良为旁、藏污纳奏的勾当？伶牙俐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身居何职？小爷范小刀，六扇门杂役。六扇门没人了吗？连个杂也敢来查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开冰窖。我若说不呢？你想干什么？诸位作证，钱驸马阻挠办案，无视朝廷王法。来人，打锁。搜。赵捕头，里面全是西域羊皮，无可疑之物。哼，几张羊皮而已，赵捕头总不会因为这就抓我吧？这两个恶徒昨日来勒索白银1000两，奴家没给，今天就借办案之名来敲诈。你个疯婆娘，血口喷人！行了，求财嘛，不寒碜。八娘，拿1000两来。今日之事我就当没发生过，大家交个朋友。收起你们的臭钱！孙梦武的案子若与你们无关便罢了，若查出瓜葛，我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，统统照办。十拿九稳的事扑了空，定有人提前通风报信，把天魔罗转移了。搜查令只有杨得水知道，难道他也……没有证据，切勿妄言。你们干的好事，还被传索回1000两。现在刑部和公主都来质问六扇门是谁先私欲的工具。
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案子是我查的，军令状也是我立的。你代表的是六扇门，得罪了长平公主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取消赵行红衣捕头之职，停职接受调查。范小刀罚俸3个月。公主要求大理寺立判蓝之礼死罪结案。一个武技的死，竟惹得各方势力如此紧张，此案必有惊天内幕。明日就是三司会审，继续查，哪怕停职，也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喂，别装死了！我问你，最后一次见孙梦武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是被冤枉的，我去找他准备辞行，在门外听到李八娘和他大吵，还摔了茶杯。后来小青传话让我去城隍庙私奔，结果等来的却是官兵。摔了茶杯？他有没有给你留什么暗号或书信？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抓了我就是一顿粗暴审讯，逼我画押。我不想死啊！赵行为了你的案子，连官都丢了。你要是个男人，明日会审，就给我咬死不认！您可是范捕头，有人托我送封信，说与今天的案子有关，值1两银子。是他，那晚夜闯义庄的女人。太好了，蓝之礼有救了，但这证据根本来不及提交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公堂鸣冤。带人犯蓝之礼。哼，蓝之礼，你可知罪？草民无罪。无罪。蓝之礼，当夜你被捕时身上的红字长衫作何解释？传物证。血衣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伪造的，他们在做局。大人，孙姑娘是死于奇毒，尸身连外伤痕迹都没有一处，这红字衣衫从何而来？这几日你关在死牢，如何得知她死于中毒？还敢说不是你干的？我听狱卒闲聊得知，有何奇怪？狡辩！传人证李八娘。青天大老爷呀！这姓蓝的对我女儿死缠烂打，败光了银子就想强行带人走。处死那天他们大吵一架，姓蓝的还扬言要取我女儿性命，求老爷做主啊！一派胡言！我对孙姑娘向来以礼相待，从无半句重话。你分明是诬陷！整个百花楼伙计都可以作证，你这禽兽还想抵赖！咆哮公堂，成何体统？蓝之礼，你被擒当夜已认罪画押，今日当堂翻供，藐视朝廷。来人，重打40！冤枉啊！那是屈打成招。赵行，这审得太儿戏了，完全是草菅人命，间接证据已被他们坐实了，拼了！孙大人，属下有新线索禀报。赵行，你已被六扇门停职，此案与你无关，退下。属下识朝廷俸禄，缉凶查案乃本分。孙梦武一案，属下查出重大疑点，凶手另有其人，请大人明鉴。让他说，让他说。证据确凿，刑部已定论，你还要节外生枝？孙梦武死于天魔罗之毒，必须在极寒冰窖中炼制保存。蓝之礼住的客栈根本没有条件，那也不能证明毒不是他下的。昨日我们搜查孙梦武房间，找到了带有兰花香迷药的茶杯碎片。仵作证实孙梦武体内也有同样的迷药。孙梦武是先被迷晕，再被施加天魔罗。他离开百花楼时就已遇害，皇府根本不是案发现场。真正有冰窖能炼毒的地方是百花楼。大人冤枉！赵行和那个姓范的之前来我楼里勒索钱财未果，这是在故意栽赃啊！这是我今早收到的密信，信中明确指出，天魔罗之毒就藏在李八娘房间的暗室里。不可能！要是能搜出来，老娘一口全吞下去！来人，按信中线索，立刻去搜李八娘的房间。将军，道长，您这步也太不讲理了。弃车保帅，
这件事就到百花楼为止吧。前驸马到。听说顺天府审案，我顺路来看看，不耽误各位吧。驸马爷，这两人不仅索贿，还在百花楼白吃白喝，大人你们管不管啊？自古民不与官斗，但这两位捕头的人品实在令人作呕啊！报，在李八娘房间的暗室里搜出铁匣，打开。作何解释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我的。早上我还看过，房间里根本没有天魔罗，这是天葬。大人，百花楼搜出毒药天魔罗，孙梦武的案子李八娘定脱不了干系，请大人将他收押，重新发落。大人明鉴，都是那贱婢小青干的，跟奴家无关啊！小青，怕是已经被你除掉了吧？死到临头还敢胡乱攀咬，谁人喧哗？大人，小人李才，百花楼伙计，孙姑娘之死是李八娘亲自下毒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害死了小青姑娘，小人亲眼所见，请大人明察。是谁指使你构陷于我？大人，孙姑娘攒够了钱，想赎身离开，李八娘却扣着卖身契不放。初四那天，两人大吵，李八娘心生歹意，将孙梦武加害。为了瞒天过海，借皇府寿宴混淆事清，又逼小青给蓝公子送信栽赃。你胡说！驸马爷，救我！其实，咱俩也不是很熟。你们不仁，休怪我不义！我招，我全招！孙大人，既然有新线索，不如暂且收押，择日再判。正有此意，来人，将罪犯李八娘收押候审。我还没说完，我还……李八娘落罪，待顺天府查实，择日再审。蓝之礼无罪释放，退堂。多谢二位鼎力相救，两位就是小弟的再生父母，他日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哈哈，小弟准备在京城逗留几日，便回江南老家。若两位大哥不弃，过2日小弟设宴，还请赏光。不必了。公子，这几日您在牢中受苦了。这半年花了几千两，才让孙梦武放下戒心，没想到这次大意了，竟着了他们的道，功亏一篑。我们的人到了吗？昨日已入京，带来了20万两银子。去，帮我安排一场酒宴。我觉得不对劲，那个伙计李才今天说的话跟那天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。还有，那封书信竟无人提及，小青的尸体也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事儿还没完，不过能还蓝之礼公道，这几天也算没白忙活。老孙何事这么匆忙？我正奉命收严孙梦武尸体，发现了一件天大的事。什么事？孙梦武的案子是一尸两命，他遇害时已暗结珠胎。这案子分明另有隐情，总捕头和顺天府都在有意遮掩。现在这案子移交顺天府了，我不甘心。有些案子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六扇门最长的一桩悬案，至今20年未破。对了，你老住一桩不是事儿，明日起你搬去我祖宅住，我可没银子交房租。哟，又是你，白无常。今日我帮了你大忙，你该如何谢我？要不再请你吃碗面？去死吧！算了，没你那封信，确实无法给蓝公子脱罪。多谢姑娘仗义出手，再见。慢着，拿来。拿什么？孙梦武身上的那封信，拿这封信当回报，不过分吧？除非你告诉我里面有什么玄机，否则那信在六扇门，只怕你有去无回。好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一份谍报。谍报？不错，我师姐潜伏北周平康王府，冒死传出的谍报。半年前，北周战神拓跋野率10万大军压境，若非他心脏天生偏位，早死在我师姐剑下。怪不得北周临阵收兵，
大明才免了一场恶战。我追查这封信半年，才发现落入孙梦武手中。难怪你要夜闯义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你总得告诉我名字吧？真叫白无常啊？哼，给你3天时间把信取来，否则杀了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寻思总混日子不行，就答应老爷子来六扇门当差了。你呢？怎么穿了一身杂役的衣服？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。看到没？3级青衣捕快，以后在六扇门我罩你，那感情好啊。对了，你在京城有落脚的地方没？我也想搬出来住，图个清静。有啊，我租了个院子，清静雅致，不过租金嘛有点小贵，1月5两够不够？行吧，谁叫咱们是兄弟？小刀，找你半天了，快随我去趟应天府，李八娘点名要见我们。2位捕快，我是被陷害的，孙梦武不是我杀的，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是谁？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，但你们要保证救我一命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孙梦武案牵连甚广，朝廷、衙门、皇室中人都牵涉其中，我敢说，你们敢抓吗？不敢，咱们走。等等，我自知必死，但我李八娘有仇必报。你们过来。你相信吗？将死之人，什么话都敢说。那怎么办？继续查。你敢查吗？孙梦武案已是板上钉钉，但婢女小青至今下落不明，始终是个疑点。伙计理财不是说过，小青是被2个关东人所害？我查过此2人，独眼山羊胡叫宋天霸，另一个脸上有胎记，人送物号青面兽杨伟。可惜暂时只查到这么多。来京城数日，还没请你吃顿好的。怎么好意思让赵兄破费？那我负责点菜，你掏钱。这样不合适吧？你把我的房子5两银子租给牛大富，我没说不合适吧？走吧，二房东。就吃这个，酒肉呢？执行公务期间不能饮酒。老子来吃饭是给你们面子，让老子等坐，信不信把你们酒楼拆了？大哥，刚干完买卖，别在这惹事儿，换个地方吧。换什么换？你愁啥？瞅你咋的？好小子，爷爷今天心情好，把位子让出来，饶你们一命。这里还有空位，2位不妨坐下聊2句。就吃这个，爷爷可是无肉不欢。若没猜错，2位正是宋天霸、杨伟。听说2位横行关东，不少发财啊。原来是同道中人，想不到我兄弟俩的名号在京城也赫赫有名啊。不知2位来京城做了什么买卖？我这里有个宝贝，你帮我看一看。六扇门才做了一单买卖，怎么就被盯上了？给我坐下。8月初4，你们做了一笔买卖。8月初4我们才京城，哪里有什么买卖？官爷说笑了。我们像说笑吗？像。不像不像，我们就做了单小买卖，虽然见不得光，但绝对没有害人。废话少说，尸体呢？哎，还没结账呢。六扇门办案，闲杂人等闪开。想跑？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刀剑无眼，把我逼急了，跟你同归于尽。你若能接我3招，我放你离开。别过来，否则我就宰了他！抢劫！这个恶贼抢了我的银子，多谢壮士出手相助。官爷怎么办？跟我回去，给你颁个好市民奖。把他捆起来，报官。
官爷，混口饭吃，用得着这么玩命吗？你二人涉嫌一宗命案，若是识相，跟我回去调查。命案？我们只盗墓，从不杀人啊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带我去你们盗墓的地方，一瞧便知。口供一致，他们坚称只是盗墓贼。最近你们可得罪过什么人？我们刚到京城没几天，没有。不对，大哥，刚来京城那天，咱俩去百花楼吃霸王餐，结果那伙计没计较，给了我们一大包石头，让我们扔在晋国侯府外的小湖里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刺不刺激？这明明是石头啊！带回大牢。范爷，真不是我们干的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可以，只要与你们无关，我立即放人。不过得帮我办一件事。你们盗墓出身，挖地道轻车熟路吧？若我们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怎么，范爷要挖谁家祖坟？若有人在六扇门挖个密道，选在哪动手最合适？当然是这里，阴暗潮湿，土质松松。帮我偷偷找出这条密道。你们要什么工具？10个猛汉即可。你俩还是老实在这蹲着吧。范爷，给个机会，给2把汤勺就成。哼，赵捕头，我来是讨要那2两银子的，拿不到银子我就不走了。一盘馒头你要2两，你松鹤楼可真会做生意。你想干什么？刀押给你，待我发了工钱，亲自去赎。怎么，范捕头来赎刀了？启禀牛捕头，关东2道交代，销赃的地点就定在这松鹤楼，请大人明察。六扇门办案，闲杂人等退下。范捕头，你这样耽误我们生意啊！生意事小，若破了案，你松鹤楼立头功，你就等着领赏吧。这小子摆明了是来打击报复。老板，来一桌你们这儿的拿手菜。六扇门办案，无关人等出去。你们大明律管不了我们北周的人。天子脚下，我管你是哪国人，犯了事，小爷照抓不误。好小子，有种，我拓跋白就领教领教。等等，哼，怎么怕了？刀剑无眼，若损坏了东西，我可赔不起。把这拆了又能怎样？老子出钱重建一座便是。徐掌柜，听到了，一会儿打坏什么，找北周人赔。2位英雄，不如去大街上比试。在下师从天可阁，倒要看看中原武学是否名过其实。天可阁，北周第一门派，若认怂，六扇阁乃至中原武林都要被看扁。请。黄花椅子30两啊！记账。长佛包真迹100两，算他的。你大爷！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真给我拆了！你们尽管打，所有损失都算在我的头上。飞鱼符、绣春刀，锦衣卫。范小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原来是薛大人。今日的损失，算我们爷的。这是在点我。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你是何人？竟敢管我北周的事？哼，一个愿意花钱看你们打架之人。你朋友来头这么大，锦衣卫指挥使晋国侯薛大人。小子，今日小爷有事，中秋之夜，敢不敢决一死战？输的人跪下喊爸爸。我们走。萧副使，塔木尔里是不是也跟你们一起来到了京城？塔木尔里随行之事极度机密，锦衣卫怎么会知道？薛英雄在此出现，绝不是巧合。在下并不知薛大人说的是谁。当年他背叛朝廷，助你们北周残害归义城，这个叛贼，你们把他带来，不会是为了给陛下贺寿吧？大人凭空捏造，侮辱我朝，只怕有损2国邦交。你们屯兵凤凰岭，那才是有损邦交。
回去告诉你们团使，若敢在京城造次，我保证你们回不了北州。范小弟怎会来这里？哼，昨日我朋友在这里压了一把刀，我来帮他赎刀。赵捕头不小心把刀落在这里，我正准备给他送过去呢。嘿嘿，等发了俸禄，我一定请大人吃顿好的。哈哈，好，老夫一定赏光。北州天策阁高手拓跋白约战咱们中原武林代表六扇门捕快范小刀，中秋之夜，巅峰对决。范小刀是谁？都没听过这号人物。听说就是个六扇门的小杂役。什么？一个杂役代表中原武林？抗议！换人！这谁散布的谣言？这下我成中原武林的公敌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专心练功。放心，交过手了，不过如此。诸葛总捕头特意叮嘱，只许胜，不许败，输了丢的可是朝廷和六扇门的脸。总捕头放心，绝不给六扇门丢脸。小刀，你可知这次比武是谁在幕后推波助澜？是谁？是锦衣卫指挥使薛大人。朝廷想借你之手压一压北周使团的锐气。算计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就借这袭东风，名动江湖，重振黑风寨。对了，池塘那具无名落水男尸怎么样了？没人报案，没人认领，只能当悬案处理了。就这么完了？那关东二道，你可以放了。不行，再关几天，还指望他们帮我挖出密道呢。范小弟，老夫来迟了，恕罪恕罪。哈哈哈哈，师叔来得正好。今日既是月圆中秋，又是小刀与拓跋白的巅峰对决，那就让我们预祝小刀旗开得胜，圆满胜出。干！拓跋白前来赴约，范小刀，你敢否出来一战？小刀，你的对手来了。几更几点了？3更3点，你迟到了，这一战算你输。你不敢打也行，咱们约好的，你得叫我3声爹。叫什么？爹？什么？爹！你们中原人就爱玩这些弯弯绕，看刀！哎呀！你竟然打你爹，猴子偷桃！你无耻！这是绝世高手对决，你们不懂，这叫地板流打法。得了吧，就是俩泼皮打架，你松手！你先松！这一局算平局，3局2胜，我数到3一起松。好，1、2、3。你花花抢太多，我信不过你。彼此彼此。都说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没想到竟用如此下三滥的招式。非也，主要是你那刀太胜人。第2局咱们比轻功如何？天策阁轻功天下无双，跟他比轻功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你确定要比轻功？好功夫啊！拓跋公子好潇洒。请。看来还是你内力稍逊一筹。红缆下沉，又不止我一人重量，胜负未分，该比落地了。该你了。哼，雕虫小技。承让承让。你小子使诈！兵不厌诈嘛。再比追身闪转功夫，谁先抵达钟鼓楼顶，便算谁赢。奉陪到底。此物为幽灵披风，乃我天策阁3大秘宝之一，可借风力提速。你若有宝物，也可以用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开始。
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幽灵吉布。我叫教主一枝花的轻功，这小子是魔教中人。果然是他，找了这么久的一枝花传人，终于现身了。赢定了！我的披风！嘿嘿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赢了。这局不算，你使阴招，敢不敢来点刺激的？悉听尊便。你我头顶苹果，互射飞刀，比准头也比胆量，敢不敢？不够刺激，你我蒙眼，原地转3圈再射，你敢不敢？哼，比就比。转圈，3、2、1，开始！靠北，他射中了。死了！惊天飞刀，少年英雄范小刀立刻北周狂徒，还提名我为江湖10大杰出青年，是吹得过了点，毫无底线，严重不尊重事实。喂，我没这么差吧？小生江湖报是朝廷在外的嘴巴，这么写当然是朝廷的意思。一来是朝中有人重视你，二来是借机打压北周，取得谈判主动。原来那么危险，二当家再三叮嘱看好你，以后以身犯险的事别再做了。知道了，以后让他去做。小刀啊，你看我这几个字写的如何？大人这个妇女之宝，用墨粗中有细，堪称名作。这是宾至如归，真是鸡同鸭讲。这幅字送你了。六扇门传言，总捕头送字就是要提拔了，我要起飞了。百花楼一战干得不错，作为奖赏，调你去鸡道司当正式捕快。不过天子1号房的饭还得你送，情况随时汇报。小的领命。老先生，我要告人，代写状书如何收费？300文。你要告谁？我要告的人叫钱守道，当代陈世美抛妻弃子，丧尽天良。钱守道，这名字好耳熟啊！当今钱驸马长平公主的相公，原来是他。你详细道来，贫道定给你写一份上呈的诉状。小女子夏雨荷家住大明湖畔，在乐坊卖艺。10年前她流落街头，我收留了她，有了夫妻之实，还生了个儿子。她进京科举，说高中就娶我，结果杳无音信。前不久听说她当了大官，我便带着儿子来投奔。她现在官居何位？好像是驸马。皇帝的女婿，我不敢接。我不抢相公，也不要名分。我们母子生活窘迫，只想讨点银两当生活费。你想要多少？怀胎10月，养子10年，怎么也得1000两。1000两是不多，但这事儿有辱皇室颜面，只怕你有命赚，没命花呀。我既然敢来，自然留有后手。你尽管写吧。好吧，钱我也不收了，但是别说是老夫帮忙写的。你说过，有些钱能赚，有些钱不能。现在有个赚钱的机会，干不干？谁的钱？自然是钱驸马的。哼，自从李八娘落案后，他闭门不出，你怎么赚？只要你一句话。拭目以待。夏姑娘，你和钱驸马的事我们听说了。你们是他派来灭口的，我不告了。万万不可，状要告，钱更得要。钱驸马手下打手无数，你贸然去告，明天就得下落不明。我们是来帮你的，咱们从长计议。若能要到钱财，奴家分2成报答2位。就这么定了。让他们进来。哈哈哈哈！恭喜驸马爷，贺喜驸马爷！何喜之有？恭喜驸马爷喜提贵子！大胆明知本驸马膝下无子，竟敢嘲讽本驸马！不敢不敢。驸马爷可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？本驸马在大明湖阅人无数，谁知道哪个是夏雨荷？谁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带着孩子来京城告你抛妻弃子。还好被我们拦下了，这要是传到公主耳朵里，驸马爷的清誉可就保不住了。那人在哪儿？在客栈。他说想见你一面，
重温旧情。重温旧情，这温完脑袋都没了，能不能用银子解决？唉，他不要银子，就要个说法，我们外人也不方便插手，告辞了。别啊，两位老弟，王府上下都是公主的眼线，此事还得两位相助，干脆你死！驸马爷，杀人要偿命的，东窗事发，你也跑不掉，那怎么办啊？上策没有，下策倒是有一个，只是命账房取10根金条，赶紧说办法。抓他进大牢，连哄带吓，饿上几天，再给他一笔钱，息事宁人送出京城，如何？好计，给多少合适？1万两，这么多？少了他花完还来闹，1万两保你下半辈子无后患。1万两对你来说叫钱吗？好，我给，有劳两位老弟，事成必有重谢。包在我身上，哈哈哈哈！难怪说京城遍地是黄金，咱俩1人1半。我不要，驸马的钱来路不正。小刀想在宫门干下去，这钱你不能留。难道现在还回去啊？钱手到不是好东西，不用还，不如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我认识个姑娘，在弘福寺开善堂，接济穷人。我可以帮你引荐。姑娘，咱们辛苦敲来的银子，给你用来泡妞？胡说八道！好，这些钱捐了，但那10根金条给青牛当本钱做买卖。不过这泡妞的人情你得还我。那是自然。前驸马矢口否认，你有什么信物证明孩子是他的？滴血认亲，这个做不得准的，衙门也不认。老娘人也给了，孩子也生了，他想赖账，老娘贱命一条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大姐息怒，他同意掏笔情息事宁人，你立个字据，拿钱回乡，再别来找麻烦。老娘不认银票，只能真金白银，谁知道真假？那你想怎样？你们去换成现银，我验过没问题，字据给你，明早就走。快开门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！这来人，将这2名嫌犯拿下！误会，我们是6扇门的人。哼哼，6扇门抓的就是你们！来人，带回大牢好好审问。是。走。别动，是5城兵马司的人。5城兵马司，京都城管大队，向来跟6扇门水火不容。刘统领，2人身上搜出10根金条、1000两银子和9000两银票，正是前驸马府上失窃的那批。失窃，被前手道算计了。案发现场人赃并获，押回去听候发落。夏雨荷刚死，兵马局就到，得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，不然6扇门有麻烦。这个仇必须报。好啊，我很期待这仇你怎么报。你个卑鄙小人，那可是2条人命，2个贱民而已，倒是你们抓着百花楼不放，惹了不该惹的大人物。前手道，终有一日我会亲手把你抓进大牢。自身难保还想这些，在这儿好好享受吧。锦衣卫慕容大人前来拜访，有急事相告。快请进来。大人，范小刀赵行被兵马司抓了，此事棘手，薛大人不便出面，特来转告。5城兵马司抓人抓到我头上了！大人息怒，先发公函交涉。仗着朝中有人撑腰，就胡作非为，老子忍很久了，摇人！诸葛大人持械围堵兵马司，这是要造反啊！冯千金，交人！交什么人？急道追凶是我们6扇门的事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把人交出来！人是我们抓的，交给你们不合规矩，不如让大理寺来断。放屁！诸葛大人，别动刀枪，否则你乌纱帽难保。牛大富出列，向兵马司讨教2招，输了罚俸3月。哼哼，在下刘大壮，找死！不许用兵器！
目的达到了，只要惊动宫里，范赵二人就有救。参见陈全公公。六扇门当年招安江湖高手，把邪魔外道打得屁滚尿流，怎么今日打架跟地痞一般？公公息怒，诸葛咸鱼救人心切，行事软莽了。陈公公，那范赵二人杀人劫财，被我们抓获，六扇门想包庇属下。咱家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。陛下有口谕，赵行小子，朕当年赏他官都不做，不可能为区区万两杀人，你看着办吧。陛下这态度，等于赐了赵行免死金牌。这烫手山芋，咱家可不吃，案子移交大理寺审理吧。至于范赵二人嘛，关在哪边你们都不服气，那就送去赵狱吧。赵狱，那可是人间炼狱，那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今夜之事是薛应雄指使的吧？惊动了圣上，案子生变，你赶紧准备。800里加急，去河北道把丁一给我喊回来。在下留一手，敢问两位惹了谁？需薛大人出手庇护。前驸马，原来跟长平公主有关，难怪。还没吃饭吧？我去弄点酒菜。刘大哥，你人真好，不像其他大佬那般凶神恶煞。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贩夫走卒，上手段就行，不必凶神恶煞。那冤假错案也不少吧？六扇门是为百姓办事，锦衣卫是为上面服务，哪有什么冤假错案？怪只怪站错了队，跟错了人。老哥通透，敬你。大多都经不住赵玉一套流程，除了那个人。谁？前六扇门总捕头宋金刚。义父，你跟他熟吗？哪高攀得上啊！20几年前，先帝为网络天下高手，在天坛召开武林大会，宋金刚却和一个17、18岁的女子躲在天坛屋顶看戏。男子是义父，女子是谁？那女子嘲笑比武大会像耍猴，点苍空通掌门去教训她，3个照面就被她放倒了。最后6大门派围攻女子，宋金刚只出了一拳，便破各派联手。金刚拳，先帝爱才，命宋金刚掌管六扇门。那女子也被先帝认作义女，封为长乐公主。宋金刚喜欢那女子，不得而知。但宋金刚视长乐公主为亲妹妹，那是天下最太平的几年。可惜遇到了魔教之乱，20年前的正邪之战，正是宋金刚奉命清剿魔教。可此时先帝驾崩，当今陛下登基，对长乐公主一见倾心。宋金刚平叛归来，长乐贵妃已诞下皇子。可陛下遇刺，性情大变，竟要以亲生骨肉为引，炼制长生丹。宋金刚上朝求情，陛下假装同意，在凤栖阁设下酒宴，结果爆发了凤栖阁自驾大案。宋金刚若真想自驾，区10几个护卫又岂能拦得住？最终，宋金刚为证清白，自认服软。接着，宋金刚就被关进诏狱，锦衣卫18般酷刑轮番上阵，他硬生生扛了3个月。义父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，原来是在这诏狱受的酷刑。当时我还是个狱卒，想给他偷偷上金疮药，可他担心会牵连到我，宁死不用。那是真英雄啊！直到长乐公主生辰，宋金刚要我夹一条鱼，说公主最爱吃。结果当晚点卯，他身上的锁链解开了，人凭空消失了。他用鱼刺打开了身上的锁链，锦衣卫倾巢出动，他却没逃出城，而是去了皇宫。看来你们都知道了，宋金刚提刀夜闯皇宫，抢走了小皇子，在3000禁军的堵截之下逃离京城。那宋金刚抱出来的那个婴儿呢？逃离京城后就销声匿迹了，锦衣卫追查多年毫无线索。20年前，义父说我是23年前在几层乱葬岗捡的，时间对不上。时候不早了，两位该歇息了。前驸马借夏雨河岸，一心想置你们于死地，怕是背后还有阴谋，两位小心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赵行何曾惧过？范小刀一定要查出真相，为义父伸冤昭雪。本宫闭月羞花，驸马怎忍心负我？冤枉啊！夏雨荷是范赵二人嫁祸于我。范赵二人怎么还活着？密信找到了吗？现在又来个丁一！驸马要是坏了本宫的好事，本宫会不开心的。
你好，大姐。